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王一博混成了王总的乐华上市，金锣敲响，乐华上市。1月19日，腊月廿八，资本市场迎来艺人经济第一股，乐华娱乐终于在港成功挂牌。创始人杜华、艺人王一博、韩庚等人现场敲锣。仪式上，王一博被首次介绍为公司股东，晋升王总。截至1月20日收盘，乐华报5.63港元，相比前一日收盘价下跌 6.63%， 市值 48.98 亿元。艺人是乐华娱乐最大的产品。截至2021年年底，艺人管理的业务收入占总营收的 91%。由于王一博在其中的贡献占比颇大，公司持续经营的能力备受质疑。从打工人到上市公司老板，杜华突破了逆流，也乘上了东风。创业之初，他饱受资金困顿之苦，不得不向投资人借钱，而后几年搭上了韩流 3.0 与互联网选秀浪潮，乐华一跃成为内地第一大经纪公司。人前是毒舌的杜妈，人后是一刻也无法松懈的企业家。杜华早已习惯且无暇理会微博上每天涌进的近100万条私信。毕竟，一个王一博成为王总，只是过去的荣耀变成真金白银的回报。荣耀越多，站得越高，想要突破也就越难。上市不易。对乐华娱乐来说，上市不易4个字有2种含义，一是一波三折的上市过程，二是备受指摘的业务前景。新三板、A 股、港股都留下过这家公司的足迹。2015年9月，乐华娱乐在新三板挂牌，2年半后即退市。原因据乐华的投资人之一杨宁所述，上完新三板后他们发现，这里的交易量以及发展都不尽人意。退市1个月后，乐华转战 A 股，并于2018年4月开始接受辅导，但此次上市也并未如预期顺利达成。2021年5月，上市辅导自愿终止，登陆 A 股失败，杜华的目光逐渐南移。2022年3月，乐华首次向港交所递交申请，5个月后通过聆讯。成功总是来的波折。彼时，一切似乎已经水到渠成，杜华还在朋友圈发表了感言。然而2022年9月，暂缓港股 IPO 的消息传来。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，乐华预期 IPO 融资 1.4 亿美元，但投资者意向未达乐华估值预期，公司决定暂时搁置上市计划，等待更好的市场环境。3个月后，乐华娱乐再次地表，赴港上市重启。上市这条路，我并没有想过放弃，我需要给员工一个交代，需要给投资人一个交代。杜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。2次港股 IPO， 他在募资方面做了妥协。初次港股 IPO 时，乐华计划全球发售股份 1.3256 亿股，发行价为 6.8 至 8.5 港元，即计划募资金额约为9亿至 11.27 亿港元。而此次发行募资则不到4亿港元，较之前的计划缩水超过一半。业务方面，王一博对乐华的贡献已人尽皆知，并成为最广为人知的诟病。王一博能红几年？谁能保证乐华能有第2、第3以至更多个王一博？众多艺人当中，王一博以一敌众。2019年到2021年，其收入分别占同期总收入的 16.8%、36.7%、
49.5%。在2022年前3季度，王一博的收入占比上升至 59%。有业内人士将疑问扩大到整个公司层面。编剧汪海林曾对经纪公司 IPO 提出质疑，称演员经纪公司这种轻资产公司，靠演员劳务计算收益，追求高片酬，公司融资干嘛？杜华认为，公司业务可持续并会逐步扩大，同时有独特的护城河。每个个体都不一样，是不可复制的，但整个培训选拔这些经验都是可以复制的。乐华的模式做了13年，有独特的基因和审美，这个是很难被复制的和学习的。除了艺人管理，乐华还有2项主营业务，其中泛娱乐业务颇受重视。招股书显示，乐华已经与业务伙伴合作开发了由5名数字化打造的成员组成的流行虚拟艺人组合 A-SO， 并于2020年11月出道。也许是为了市场信心，杜华对外表示，虚拟艺人的赛道选择是对的，虚拟偶像艺人会很快破圈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也表示，自己目前最大的压力是如何拓展公司的第3、第4增长曲线。杜华的未来还会有更多风浪。近些年，不少明星经纪人从幕后走向台前，从流量制造者成为流量本流。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，杜华担任评委。节目中，歌手叮当以 vocal 身份演唱了一首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杜华评价称，叮当唱得太好了，就会显得别人差，觉得在团体里反而会显得不和谐。一语出，骂战起。叮当随即在微博回应杜华，如果这真是您的成团标准，我尊重您的决定，那么还是赶紧把妹妹我淘汰了吧。对于杜华的争议人设，网友们主要有2种理解。一是他长期身居幕后，一时间不适应台前表达；二是从资本角度来说，唾沫横飞在前，他和乐华公司名利双收在后。杜华的确有资格对意在成团的女星做出评价。这位女老板已经在这一领域耕耘10余年，在这10几年里，杜华既抓住了韩流和内地综艺的东风，也扛过了资金几近断裂的难关。杜华参加某访谈节目截图，创业之初的杜华是在摸索中前进。当时商业模式我想的也不是特别清晰，就想做个音乐公司。但随着音乐市场的萎缩，公司不得不选择转型。2010年前后，中韩2国娱乐业进入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融合时代，艺人韩庚成了杜华事业上的贵人。彼时杜华需要韩国的资源人脉，刚与 SM 公司解约回国的韩庚则希望从艺人转型为老板，杜华抓住了这位当红炸子鸡，2人一拍即合。此后，韩庚成为了乐华资源拓展的重要支点。他帮助乐华复制出完整的韩式造星模式。2018年左右，视频网站崛起，选秀节目迎来新纪元。这是杜华与乐华公司的又一股东风。韩国团体选秀节目 Produce 101被引进国内，分别主打男团和女团选秀的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等多档综艺登场。据媒体报道，在这2档节目中，杜华采用了1+2+5策略，即1位导师和2位成熟艺人带5位新人。在王一博、程潇、朱正廷等人的带领下，乐华的艺人逐渐席卷了几乎所有视频网站的综艺节目。创业过程中，切中要点，企业很容易指数级增长。但大步跃进之前，创始人常常会度过漫长的至暗时刻。创业第1年，杜华手中的200万就花完了。起色未见，
员工工资却已无从支付，走投无路下，他只好顶着业内大忌，找到一位投资人借钱。因为只有他借钱给我，没有任何人借钱给我。我有且只有借你这一次钱，你下次问我借钱的话，就说明你要死掉了，我会直接把你推下水。那位投资人借了杜华300万元，并且这样对他说道。好在杜华坚持了下来，但出于行业特性，无论是打造下一个王一博，还是尝试让虚拟人破圈，杜华面对的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风浪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